各位好，我是长工。今天要介绍的是我们2005年，很早了，2005年到大陆去拍鸟的内容。这个片子啊，因为我是早期就剪了，所以感觉现在看起来，它的画质比我后面从袋子里面抠出来，隔了很久再抠出来，那个差很多啊，感觉它的画质要好很多，那个杂讯少很多。那这个2005年我们到东北到首先当然是到行人陀行人陀，因为我们主要就是拍黑皮嘛，黑面琵鹭。结果那一次在行人陀碰到这个雾，那几天那情况都不好，没办法上岛去拍，所以我们就请人就把我们带到沈阳到沈阳以后，后来再到朝阳县去找黑鹳。然后去拍那个苍鹭繁殖这个片子最主要的就是后段我访问这个辽宁省林务局的一个主管姓邱，我们都叫他邱处长这个邱处长王老师跟他这个是不打不相识因为他邱处长他是管这个稀有物种的濒危物种，大陆辽宁那边的这方面的，所以黑面琵鹭是归他管的他1998年大陆才发现行人陀有黑面琵鹭他们叫黑脸琵鹭。1999年，就是第2年王老师就去了，就上岛了。你要知道，这个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要去完成这样的一个行程是很不简单的然后他上岛了以后后来这个邱处长带人把他抓起来。就是说，因为他刚刚发现这个地方嘛，你得跑来这里，你到底是谁你干嘛？要做什么？调查一下所以王老师也折腾了好一阵子后来变成好朋友，因为这不打不相识，真的是。以后我们每次去到沈阳都会找他，或者是在附近的，他也会带我们到相关的地方去拍鸟。所以到2005年，我拍这个时候，我们已经算是熟识了那我访问了他，时间还算那一段访问还蛮长的，但是呢很有价值你如果对这个辽宁的鸟况、鸟讯它的鸟的分布在怎么样、什么时间。拍什么东西，它都有很详细的说明这个对我们拍鸟人应该是有帮助的所以我这一次就把这个拿来跟大家分享谢谢。新开发的什么规划的都设计得非常好。这个就是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谢谢，非常感谢，这个好。找一个。
这样呢就在庄河住一宿，然后明天早晨呢，有人接，然后到石龙岛去。太美了。哎，高黑水啊！水它，我看一下，看它是不是红的，还是黑的？红的嘞，红嘴鸥啦。他们看气管，气管有。灯光是清楚的，就在里面单身公司。你上来的地方就找点水，找把戏。能够什么？这一次来哦，最重要是要跟那个苏破讲讨论一下6月底。来啊，朋友了。好，来，好。这个。当然不行。
来的时候都是3级3级。对呀。现在已经努力的在趴窝了，看看能不能播。现在允许他这个蛋呢一路下去了，对不对？应该有，不然不会一直趴着。对。然后没下蛋的话，2个就会来来去去的，就会双双对对。2022 5月底我头一次上那个石岛，见到了在这个旅行社墙上挂的这个王先生一个大幅排着黑脸皮肤大幅照片，当时我就非常惊讶，那排的非常好，我就记住这个王先生的名字了。03年的秋天吧，好像，那个一个台湾一个总经理一个商人吧，一个台湾朋友从上海过来到这儿，那个来找我办点事儿。完了，我就跟他提起来，我就把这个王先生的事儿跟这个台湾这个商人说，我说你回去给我找这个王征吉这个名字，你能找到他不？他说你介绍他干啥来？我就说他是这个排黑脸皮肤非常非常有名，在台湾怎么回事儿？这个人当时他实际不认识王先生，就当时给我承诺说没问题，我回去肯定给你找到。很厉害，他很厉害那个商人。完了那个他就回到台湾了，但他很快。王先生就给我打电话来，他就把我的口信儿，就是他是有一天是给你打电话，是不是？对，打给我，我又不认识他，也不认识他，他就回到台湾去，我找王先生。对，王先生就把电话打给我了，是吧？俺俩就第一次通过电话就通上联系了，开始认识。然后我说咱俩交流一下，是不是？对，把一些这个照片啊互相的交流，他就把他的一些索引、一些照片的索引，就一大堆给我邮过来了，是不是？我说等我把我的整理一下，也邮给王先生，是吧？后来我的书就出版了，还先给你邮的杂志，我记得。我先给你邮的《中国摄影》，中国国家地理杂志。我的作品正好是在这个《中国摄影》和《中国国家地理》杂志发表了，我就把这个杂志很快就给王先生就邮过去了，是吧？后来我又把我这个书也邮给王先生，我就当时我们在电话里也是探讨这个问题，就是说我希望他赶快过来，是不是？那个王先生当时就答应了，说一定要适当的时机要过来嘛。对，后来就预定在这个今年，是吧？今年。这就是他们2个第一次见面。是第一次，这次。我说你过来吧，没问题。我说我负责来接待。这个是几号到的那个市场？这次是26号到。4月26号。啊，对，刚好连在那一天。对，4月26号。完了，他先到了，我朋友王斌他们都接待他，挺好。对。后来他是拍完了要叫我也过去嘛，我说我行，我也上岛了，用这个机会。这13年来收获的成果，就是在我们当地的政府这个护照上用了我的图片然后最重要是将黑脸琵鹭推广给全民都可以拿到这一本护照的时候呢，他就可以知道里面黑脸琵鹭长什么样。就是所有护照都用了这个。对，都用这个。就台湾的护照，台湾护照都是。对。去年就在这块头到厦门那底下那块儿，咱们去年就搁这儿发现了4个小彩，就是跟我们一起救助那一样，也是右冠，还真有。平常就是并排着6、7、8。上那边。有2个。那是把你那美元的包摘来着，欧元那啥玩意儿。15个人呢。
是上他的对坡去看呢？对坡能看到。看着啊。啊？那块儿啊？不，他不是说是象牙，就是这个那个啥呀？咱们对面那个。啊，不就是这个？这么看，照有点硬光吗？对。那天我搁黄山上看了也是这个，看着我以为鹰呢，我一会儿一号呢。到后山了，他挺急的。刚黄山看你这。听蝴蝶尾越往上走。放进去。这是拍，微整点。兄弟，等会儿啊！你如果说你要是说那个上森林里去喂着拍，就100、400，还就一个就够了，一个就够。你关键这个是哈，这个是一般发烧友买它。我操！一圈儿哦，有了4个。天花对，天花几圈就完了。晚上了？不，我是刚才，他一般就是咱一行动他就睡觉。不是，我是抓打。那只后面的视野那么大。对，这只跟这只小崽吧？不是，这俩是一窝的。一窝的。对。哇，它胸部怎么那么漂亮？它没有。啊，它在。白它那是。在里头涮，把它拿回涮。不能吃，哎，叼一点啊。哦，抓到了。那行，他上哪咱就看看呗。你可能一天都治了，你看有小三宝就，上个小三宝上人家房顶，还上房顶更好。他这个反转片，当地基本。这拿小的，这拿小的机，那照多少张啊？啊？照多少张？都36张。看见没？有不？有。在哪呢？我哪看见？看见没？下面刚好朝啊，正好看见了。哎呦我张嘴了，哎，处长，拿过来，在这个来，这个位置最佳。
欢迎啊！欢迎两位咱们台湾野鸟学会的2位这个鸟类专家来到辽宁观鸟。因为辽宁呢，它这个地理的原因呢，处在这个东北大陆的南端，所以什么呢？是这个鸟类迁徙的一个重要通道。那么从辽宁的西部一直到东部呢，一共是有3条迁徙路线。所以这样的话，使辽宁这个鸟类的迁徙啊，这个数量和种类非常多。那么现在东北呢，现在是约410种鸟。是。那么辽宁呢，目前看呢是将近400种，那么还有一些就是说已经看到，但是由于我们现在就是说按照专业的角度来讲，就是没有拿到这个标本，还不能算正式给它作为新纪录来讲的，所以有些东西像鸯啊，像还有一些个玉类啊，现在都没有算。是。那么现在正是有记录的，就是有标本的。那么辽宁整个这些鸟现在是在将近385种。385种。哎，385种。那么其中呢，水鸟呢是145。145。145，就是包括这个雀形梦以外的。那么作为森林的鸟来看，辽宁因为它有6000多万亩的森林，那么森林鸟呢现在是150种。是。所以这个量呢也比较大，重点是一些雀形的。是。那么从水鸟来看呢，就是说重点是辽宁这2个海，因为渤海和这个黄海。是。那么是正好呢，整个是水鸟呢都在这个沿岸，所以这次你们来以后呢，看到的这些呢，基本上都是属于这个水禽，那么还其中有游禽呐、蛇禽呐，还有这一些个这个雁鸭类，这都比较多一点。是。那个黑面琵鹭的部分，也麻烦您介绍一下。黑脸琵鹭呢，因为这是咱们国家重点的保护的一种鸟类。是。那么过去记录呢，在辽宁就是旅鸟。那么我们从80年代进行，就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开始调查的时候呢，对这个黑脸琵鹭也搞过调查。那么在朝阳的北票，就是我们那天去那个地方，它有一个水库。这个水库呢，每年春天3月份都能看到，但是目前在那儿呢没有发现繁殖。那么从96年开始对全省这个鸟类进行调查的时候，在大连这个庄河原来是归长海县管，那么03年以后呢，现在归到庄河。在那块呢，石城乡，行人坨子上，98年呢发现这个黑脸琵鹭，那么每年呢原来是3个窝，那么3个窝就说有成鸟繁殖应该是6只，实际每年秋天迁徙的时候呢，看到8只、12只，那么最多呢是02年看到了25只，是，所以因为它庄河这块主要这一带呢全是这个泥滩，是黄海的沿岸，所以这样的就是啥呢？它的觅食地啊，非常广阔。是。这样的话呢，对它这个繁殖呢，就是有了一个觅食的条件。因为它这个形肉坨子呢，高度是不高，但是比较陡峭。是。并且上面还有很多的植物，所以呢，适合它的隐蔽，适合它的做巢。是。所以这块呢，目前来看呢，是咱们这个中国唯一的一个黑脸琵鹭的繁殖地。虽然数量不太多，但是说明什么呢？就是这个地方呢，还是适合它繁殖。那么在04年呢，我们和全国鸟类繁殖中心、辽宁鸟类研究中心联合呢，对
长海啊，就是形容坨周边的这些个岛坨礁进行了一次调查，因为正是黑脸琵鹭繁殖期。但从目前来看呢，在其他的这个岛上没有发现新的繁殖地。但是从现在繁殖地的数量和越冬的数量来比的话，说明黑脸琵鹭还有繁殖地未被发现。所以这项工作呢，我想呢，就是作为咱们东北来讲呢，下一步准备还要继续做这项工作。是。你像我刚才说这个，在辽宁北票龙潭水库，它每年春季有迁徙，最多看过18只。那么这18只飞到哪里去繁殖？所以现在这也是个问题。咱们那个辽宁省在不同的季节有没有比较代表性的，或者是比较大群的，对那个拍鸟的人来讲，比较具吸引力的，有没有这样子？比方说哪一种鸟在什么季节这样的？刚才我讲啊，辽宁因为它是什么呢？属于地理位置的一种特殊性，所以说鸟类迁徙呢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通道。每年从东到西沿海整个鸟类迁徙大概能有几百万只。是。所以这样呢，一个是季节性的这个观鸟，那么重点什么呢？就是说早春的2月下旬，一直到5月中旬。那么这一段呢就属于迁徙期，同时呢5月份以后基本上进入繁殖期了，那么繁殖期因为咱们都知道观鸟是比较困难的，它都非常隐蔽，那么再就是什么9月下旬到11月中旬，是，所以每年呢春天有2个多月，秋天有2个多月，这个啥适合就是观鸟的这个日期。那么观鸟地点呢，可以说呢东从鸭绿江口。西边哪呢？到哪儿呢？到这个长城脚下，就说是渤海。是。那么这个因为它有很多像鸭绿江啊、辽河呀、双台河呀，还有六股河呀，还有大清河、庄河等等这些个河口地区，都有很多的鸟类的栖息地。那么最多的一个是鸭绿江口，这个每年重点啥呢？是雁鸭和玉类、衡类。是。这个呢每年大概能有个40多万只。再一个就是我们大连的蛇岛老铁山，老铁山什么呢？是猛禽的一个迁徙的聚集地，所以每年春秋2季重点是猛禽，像鹰、雕、隼、鹞，还有猫头鹰，它这个是比较著名的。那么再往这个西呢，就到这个盘锦双台河口，这块呢每年能有70-80万只，重点是玉衡类，加上雁鸭，另外还有丹顶鹤的繁殖。还有白鹤呀、梭羽鹤什么都是这块走。那么再往西呢，就大凌河、小凌河口，这2个地方呢，跟双台河口它们基本上接近，也是这些个鸟类，包括黑嘴鸥的繁殖地，这是一个最大的地方，在双台河口，在盘锦。现在目前呢，咱们辽宁的黑嘴鸥有繁殖有6000多只，那么再往西呢，就到这个离山海关就近了，就是这个六股河、狗河这些个地方，重点是一些鹤。那么同时呢，在这些个地方早春都有大天鹅，因为最近这年这个气候变暖以后啊，现在什么呢？就是说冬季的候鸟，这个现在比过去种类数量都有所增加，像这个赤麻鸭，各种鸥类，还有这个灰鹤。这个灰鹤呢，实际现在什么，在辽宁是属于中国灰鹤的越冬的最北线，因为再往北就没有。是。那么现在看呢，就是说，再就是这个天鹅。那么我们这几年在大连的福州湾，这个现在已经发现呢有天鹅的越冬，这都是过去辽宁这个越冬这个冬候鸟上所没有到的东西。是。另外内地呢还有很多什么呢？就是说非雀形目的鸟，像这个白鹭、苍鹭、大白鹭，这些个繁殖地，有的是在这个大部分都在树上。在杨树上啊，在柞树上啊，在落叶松上啊，这个呢大概全省呢有15、16处，所以咱们这次去看的朝阳呢，这是其中的一个点儿，它重点是苍鹭。那么在辽东呢还有很多是苍鹭和白鹭混合在一起，那么最大群都有300-400只、400-500只，所以说也非常壮观。我刚才说的什么呢？就说这个现在啊，随着人们这个每年假日的增加，休息时间的延长。那么我们的旅游呢，也可以说呢，就不单单说去到这个看看庙宇啊，看看这个人文景点。我想呢，应该多亲近大自然。到大自然里头有很多这个旅游的项目，其中观鸟，这是一个最好的项目。
所以我们这几年呢也跟境内啊、境外啊有很多这个团体，这个来呢从事观鸟的这个项目。那么因为台湾呢，我是02年我去过一次，啊，当时和咱们这个一些个这个组织也有一些接触，所以我想呢，通过你们这次来，能够下一步呢进一步带动呢咱们台湾同胞到内地来观鸟的这个热潮，也来看看咱们内地的这个大好河山和这个野鸟的美丽的景象。是，我想这样呢才能够进一步加强这个双方的交流和这个促进两岸的这个友谊。是，好，谢谢处长，谢谢处长，好，谢谢。